咚咚，麥咚咚，麥咚咚，麥咚咚，豎起耳仔窿。每2個禮拜一次，聽古仔，認識世界奇趣事。IQ 題：聖誕夜，聖誕老人放入襪嘅第一樣嘢係乜嘢呢？諗一諗，我哋節目完結之前就嚟開估㗎啦！今日嘅主角係一個着紅色衫、有長鬍鬚嘅伯伯，你哋估唔估到係邊個呢？哎呀呀，唔係聖誕老人啊！俾啲貼士你再估下。係啦係啦，係財神啊！財神為大家帶嚟財富同埋好運，好受大人歡迎噶。不過原來財神都有一個小小嘅遺憾噶，佢希望除咗大人中意佢，小朋友都中意佢啊！呢一日喺天上嘅財神對住長雲自言自語啊！唉，係咪因為我太老，小朋友唔中意老人家呢？就喺呢個時候，長雲突然間透出一道光，照咗落地面。財神伸長條頸望下，見到地上有班小朋友扎扎跳，原來班小朋友好開心咁傾緊聖誕老人嘅事啊！財神好羨慕啊！明明我同聖誕老人嘅外形差唔多，自己仲有個金光閃閃嘅元寶，應該唔會輸蝕噶。佢諗極都諗唔明，所以決定要去搞清楚聖誕老人受歡迎嘅秘密。佢即刻坐上長雲，靜靜雞咁飛咗去聖誕老人村，諗住偷師學嘢啦。財神匿埋喺聖誕老人村一角，離遠望住一班小精靈同埋聖誕老人製作緊玩具同埋包禮物。佢哋成班走嚟走去，忙到甩晒碌啊！財神忍唔住想行近啲睇，哎呀，就俾其中一個小精靈發現啦！梗係啦，成個聖誕老人村淨係得綠色嘅樹同埋白色嘅雪。財神上身紅卜卜，又拎住個閃閃發光嘅金元寶，梗係俾人發現啦！財神索性大方咁行出嚟，坦白咁講佢嘅願望。聖誕老人聽完之後，摸住鬍鬚，笑笑口咁話：咁啱我哋人手就唔夠，不如你就嚟幫手做聖誕老人實習生啦！咁你就可以一邊睇一邊學啦。實習生即係做學徒啊？好，冇問題。財神嗱嗱聲換好聖誕衫，第一次跟住聖誕老人出發去派禮物咯。喺鹿車上面，財神好俾心機咁研究份聖誕禮物表，不過佢越睇就越唔明。點解唔一次過送同一樣嘅禮物俾全部小朋友嘅呢？咁唔係方便啲咩？佢滿頭問號咁去完一間又一間屋度派禮物，發現每個小朋友間房原來都唔一樣噶。例如 Jeremy 間房呢就貼滿狗仔圖畫，子俊嘅床邊呢就擺咗消防車，仲有菲亞張被同埋枕頭，全部都係 Elsa 公主嚟噶。哦，原來每一個小朋友中意嘅嘢都唔同，唔通呢個就係聖誕老人受小朋友歡迎嘅秘密？不過點解送俾詠琳小妹妹呢份禮物
會係一隻甩咗鼻嘅公仔㗎。好快，佢哋就去到穎琳嘅屋企。臨走嗰陣呢，財神唔小心跌咗個金元寶落地，嘈醒咗穎琳啊！好彩佢哋急急腳咁走，冇俾人發現。但係醒咗嘅穎琳見到份禮物，就忍唔住拆開偷睇啦。哇！呢隻公仔同我唔見咗嗰隻一模一樣噶，一樣都係甩咗個鼻噶，太好啦！呵呵呵，你係咪已經發現到呢？最重要係用心送禮物，每一份禮物都係根據小朋友嘅心願準備㗎。嚟到最後一個家庭，財神同聖誕老人擺好咗哥哥嘅禮物，但係咦，唔見咗妹妹嗰份玩具屋禮物啊！點算啊？小朋友瞓醒見唔到禮物，一定好失望啊！不如我坐高速長運返去攞返份禮物啦。不過聖誕老人搖搖頭咁話：就嚟天光啦，而且你又唔熟路，蕩失路就麻煩啦。財神心諗：咁啊，不如攞個金元寶出嚟頂住檔先啦。話晒佢都閃靈靈，仲係足金嚟噶嘛。但係當財神望到聖誕老人苦惱嘅背影，又醒返起，係喎，要用心送禮物。佢收返埋個金元寶，再諗一諗，拍拍心口咁話：好啦，就等我變返份禮物出嚟啦。不過我從來未變過小朋友禮物㗎，我盡力啦。財神到！哎呀，點解變咗間茶樓嘅？哎呀，一定係呢，我哋有啲肚餓，變錯咗啦。等我集中精神，再嚟過先。我變。財神到！哇！財神變咗一間金光閃閃嘅玩具屋出嚟呀！呵呵呵，成功啦！辛苦晒你啊，財神！佢哋終於成功派晒所有禮物啦！喺回程嘅鹿車上面，聖誕老人拍下財神嘅膊頭，多謝佢。財神就問：聖誕老人，你覺得我呢個學徒合唔合格啊？呵呵呵，做得非常之好添。講起上嚟，我對中華文化都好有興趣。咁不如調翻轉，農曆新年輪到你嚟幫我手咧。Good idea！ 之後每逢12月，財神就會換上聖誕衫去幫手派聖誕禮物，而農曆新年呢就調翻轉，聖誕老人着住唐裝，周圍派好運同埋祝福。佢哋成為咗全世界大人細路都咁中意嘅中西合璧男子組合。話唔定下次你都會見到2個聖誕老人或者2個財神㗎。個故事未完㗎，唔知妹妹收到財神變出嚟嗰間玩具屋係咪真係中意呢？咁就要記得聽到節目最後嘅彩蛋啦！世界隨意門，搬嚟搬去嘅國家界線。老師，佢過界呀！呢句說話係咪好熟悉呢？喺學校，我哋講嘅過界通常係指2張學生台中間嗰條線嘅。
不過今日要講嘅國家界線就出現咗一啲問題啦。瑞士同意大利之間嘅國家邊界竟然要搬嚟搬去喎。意大利同瑞士兩個國家之間就係著名嘅阿爾卑斯山，由於山區長年積雪，所以兩個國家嘅邊界呢，就係靠呢啲雪嘅形狀去決定嘅。不過隨住地球越嚟越熱，山上嘅雪都開始融化，有啲由積雪堆出嚟嘅山頂仲融到唔見埋啊！就係咁，意大利同瑞士之間嘅邊界就要搬嚟搬去啦。其中有一段邊界仲因為融雪足足褪咗100米啊！有一間喺山上面嘅小屋，本嚟係屬於意大利嘅，但係因為喐咗條國界，而家間屋變咗喺兩個國家嘅中間線度啊！哎呀，咁會唔會當我坐喺呢間屋嘅客廳嗰陣，就係喺意大利嘅，但係行入廁所就去咗瑞士噶？咁唔通要拎住個 passport 去廁所？雖然聽起上嚟呢係幾搞笑嘅，但其實國家邊界唔穩定，仲會嚴重影響到土地資源嘅分配，例如埋喺地下嘅水源啦、石油或者喺地面嘅森林，呢啲資源可能好值錢噶。為咗爭奪呢啲資源，國界問題就經常引起國家之間鬧交，甚至打仗啦。雖然今次呢係因為自然環境改變而影響國界，但兩個國家都要盡快搞清楚呢個問題啊，避免有人會偷偷地喺呢段時間入咗保護區裏面破壞環境，但係又冇人拉佢哋啊嘛。美國白宮嘅火雞咕咕叫。咦？點解美國總統會邀請兩隻咕咕叫嘅火雞上台，仲話要赦免佢哋，咁搞笑嘅？今年11月25號喺美國白宮草地上，美國總統拜登主持咗1年1度嘅感恩節火雞赦免儀式。兩隻被總統赦免嘅火雞分別叫做 Peach 同 Blossom， 中文意思係水果嘅桃同埋開花咁解。火雞呢係美國感恩節嘅傳統食物，每年感恩節美國人大約會食4600萬隻火雞噶，所以 Peach 同 Blossom 真係好好彩，可以以自由火雞嘅身份留喺農場度，唔使成為感恩節嘅晚餐。聽到呢度，你應該都估到赦免呢係指放過嘅意思。呢個字呢，通常用喺啲好嚴肅嘅場合度㗎，例如國王赦免犯人嘅罪咁啊。但係將赦免同火雞拉埋一齊講，咁搞笑嘅？呢個儀式又係點嚟㗎？話說喺1947年，美國有個火雞協會，開始每年送一隻火雞俾總統。通常總統呢就會煮咗隻火雞做感恩節嘅晚餐。但係去到1989年，當時嘅總統就突然宣布放3隻火雞啦，唔好食佢啦。後嚟啲總統呢就跟住做，仲索性話係赦免火雞，兼且隆重其事咁喺美國最重要嘅白宮度搞個火雞赦免儀式。呢一種將小事情誇張咁處理，就變得好搞笑啦。之前呢，被赦免嘅火雞通常都會有個好得意嘅名噶，例如2019年有麵包同牛油，2022年呢就有朱古力同薯片添啊。喺今年嘅儀式上，總統拜登仲當兩隻火雞好似特別嘉賓咁介紹，唔止話佢哋中意食薯仔煲啊同埋芝士，甚至話兩隻火雞有自己嘅人生座右銘，好似阿 Peach 嘅座右銘就係保持冷靜，繼續咕咕咕咕咕叫。一場充滿搞笑氣氛嘅儀式，標誌住傳統嘅西方長假期要開始啦。IQ 題：聖誕夜聖誕老人放入襪嘅第一樣嘢係乜嘢呢？答案係聖誕老人嗰隻腳啊！唔着襪點出門口派禮物啊？呵呵呵。
就快聖誕節啦，大家準備去邊度玩，同邊個過聖誕節呢？台長今年呢都繼續留喺墨爾本過一個熱辣辣嘅聖誕節。話你知啊，呢度嘅聖誕老人呢係着住泳褲攤喺個沙灘度曬住太陽咁樣過聖誕節噶。嚟緊放聖誕假，乜東東呢都會休息1個月。除咗同大家一樣放下假之外，都俾啲時間台長專心寫多啲故仔。去到農曆新年之前嘅1月23號就會再有新嘅一集啦。咁我哋下集，咦？咪住先，好似有啲嘢漏咗。啊！頭先故事裏面財神未臨急臨忙變咗間玩具屋出嚟俾妹妹做聖誕禮物嘅，不如我哋同財神一齊去到 Boxing Day 嘅朝早，偷偷地睇下妹妹中唔中意份禮物啊！哇！間玩具屋閃靈靈噶，不過啲公仔衫怪怪地嘅。係喎，點解着唐裝嘅？乜爹哋又會咁都買錯嘅？吓？冇，我話可能係特別版嚟噶。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啦，我第一次學送禮物，睇嚟要再努力練習多啲先得啦。不過呢間屋好得意啊，我好中意啊！哈哈哈，咁就好啦。聲音團隊：考考你、謎語丁丁、Doris Lie、世界隨意門報道員、故事燕子，兩個紅色伯伯財神聖誕大冒險故事。故事燕子擔任旁白，同時飾演妹妹。紅 A 叔叔同時扮演財神同聖誕老人。Y Wing 扮演泳林同埋媽媽。故事創作、節目資料搜集、文章編寫、剪接。故事燕子，特別鳴謝企鵝先生提供意見。